每天一点心理学，了解自己，看见他人。你好，这里是心灵时空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为什么你和别人聊天时不敢看对方的眼睛？昨天晚上，我在地铁上百无聊赖的时候，听到了旁边一对母子的谈话。那位母亲一直在批评自己的孩子，说他不礼貌。而他所说的不礼貌，是指他儿子在和人说话的时候不看对方的眼睛，总是低头看着地面，或者随意瞟着周围的事物，眼神也不聚焦，给人一种非常散漫、不尊重人的感觉。听完了全程，我看了一眼那个男孩，他大概15、16岁的样子，看起来非常安静。注意到我的目光后，他快速地瞥了我一眼，然后立刻低下头去。看到他的表现，再结合他母亲说的话，我猜测他很可能有对视恐惧症。对视恐惧症是一种常见的社交恐惧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类人，他们害怕和别人对视，不仅陌生的目光会让他们感到恐惧，就连朋友、家人的目光，他们也害怕。当他们和别人四目相对时，他们会立刻转移视线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还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反应，比如手脚冒汗、心跳加快、紧张焦虑等等。因此，有对视恐惧的人平时不敢在人多的场合说话，也会试图避免一切眼神接触。而他们之所以害怕和别人产生眼神接触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害怕别人发现自己的不同。这个不同主要是指他们认为自己身上带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特征，害怕被别人发现。比如说，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有对视恐惧的人，他之所以不敢和我进行眼神交流，就是因为他害怕我注意到他的眼部缺陷。他的思维是这样的，只要他不看我，我就不会看他，自然也就不会关注到他外貌上的缺陷。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不和我对视，所以即使我因为看到他外貌上的缺陷而表现出惊讶或嫌恶的表情，他也看不到，就不会因此而受伤。这些想法能暂时缓解他因为外貌而产生的自卑，提升他的安全感，所以他总是避免和别人产生眼神接触。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眼神会被人误解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，就是你转头面无表情地看了别人一眼，你那一眼可能是习惯使然，没有什么特殊意味，但是对方在接收到你无意的眼神后却勃然大怒，认为你是在朝他翻白眼，然后你就要因为这莫须有的事情去辩解。然而对于很多有社交恐惧的人来说，比起辩解，他们可能更加偏向于选择默默承受别人的误解。所以为了不给他人留下负面印象，他们干脆就收起眼神，不和别人进行眼神接触。通过上面的解释，相信大家明白了，想要缓解对视恐惧，仅仅依靠外在的一些简单练习是不够的，我们的认知也要发生改变。那该怎么做呢？首先你要相信，有对视恐惧其实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，没有人喜欢被人盯着看，推己及人，也没有人喜欢盯着别人一直看。而且我们在与人交流时，需要和别人对视的情况也是比较少的。如果我们是说话者，那么我们需要在自己发表讲话的时候，多观察一下对方的反应，以此来调整自己接下来的话术。但如果我们是倾听者，那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着重放在对方言语中的关键信息，对方需要我们回应时，我们回应对方就好了，是不需要太多的眼神交流的。所以我们不必因为不和他人进行对视而感到愧疚。这里也要补充告诉大家，一般我们与人交流时是不太会去看对方眼睛的，你只需要看对方鼻子的三角区附近就可以了。你盯着别人的眼睛看，别人反而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。其次就是要学会适当的以自我为中心。上面我们也分析过，
有对视恐惧症的人是在通过避免眼神接触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自卑，让自己获得安全感。他们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因为他们太过关注别人的评价。所以要想缓解对视恐惧，就要注意力多转移到自己身上来，只关注你自己的状态就好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心灵时空，